嗨，大家好。今天其实已经是我第二次骑出来了，主要呢就是天气太好，不负这样的美好天气啊，所以呢上午骑出来健身，觉得还不过瘾啊。下午在黄昏之前呢，又骑到了外面啊。白天呢，我就是在村里健身骑行，骑了10来公里啊，就回家休息了一个下午啊。感觉天气很好，而且这个天气呢，不但晴朗啊，气温呢也非常适合出来在骑行转转。所以呢，我下午呢就准备再轻松的骑一圈。那这一次呢，我就打算骑到村外啊，看看能不能去一下好久没去的大富山森林公园。但是呢，我今天因为已经骑了不少路了，我并没有打算到大富山公园里面去骑那些登山的骑行道。主要呢就是到公园里面那些树丛、湖边啊去走一走。好，现在呢，我已经从启福大道这个门口出来了，已经好久没走这条道了。广州冬日的阳光呢就是这样啊，洒在身上呢有点凉爽啊。现在呢，骑过中运路啊，骑到半道啊，才想起来要打开我的码表，当然也无所谓了。本身呢就是记录一下这个骑行的距离啊，监测一下身体消耗的卡路里之类的，没开也无所谓了。前方呢很快就要到大富山森林公园的北门了。我们今天就打算骑到公园里面，在一些树林当中、湖边，看看还有没有开花的树木啊，就是到大自然当中呢，去悠闲的骑行一圈。
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大夫山的北门了。这边呢，骑车畅通无阻。有些人呢是带着自己的单车，也有很多人呢就在这个里面租单车骑行。做饭给你们这些人可能呢已经时近黄昏了，太阳西斜了，所以没有像白天那么明亮了。好，我们还是往前骑行。这里呢也有一些市民啊，在草地上铺一些布，搭一些小帐篷，但是比较少一些啊，就没有我那天去白云湖见的那么多。这个两边呢种了很多的树啊，叫亚运林，也就是开亚运会的时候种的树。那么到现在也10多年了，都已经差不多成林成材了啊。公园里面还是有不少人啊，在这边休闲，搞各种活动。左侧呢就是一个小湖啊，翠景湖。这边有一座桥。看到马路中间有很多路面都已经被那些榕树根顶坏了。我的右侧呢都是种的桂花，到了这个季节啊，桂花都已经开了，香气袭人。我的左侧呢就是我最爱来的一片莲花池啊，虽然我知道现在这个时候莲叶都已经枯了，但我还是打算到后边来看看。这些荷花的叶子残枝败叶了，但是望过去呢，别有一番这种风景啊。生命就这样啊，周而复始。过了这个冬天，到了明年春天时候呢，这些叶子又会变绿，就会长出一朵朵莲花，然后呢，就会结出它的果实，那些莲蓬。最终呢，到了秋季、冬季的时候呢，就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四季的变化。我记得现在不是季节了，有一阵子我来的时候呢，这些树啊就是莲雾树，就会长出很多果实啊。但这个莲雾呢，也可能不是吃的那个品种，所以就会掉得满地都是，掉到湖里一大片，那种粉粉的这种颜色的果实。但现在这个季节呢，基本上就啥都没有了。好，现在呢，再到七星道上骑着。喵喵，这里无路可去了。你看啊，这边呢原本就是一个小的莲花池啊，但现在莲花已经很少了，反而呢种了很多的这种小树苗，都长在水里啊，这感觉应该是水杉的那种幼苗吧，应该是一个育苗的林场啊。今天呢没有往山上骑啊，就在这个山下面随意的转转，主要呢就不想消耗太多体力了。但是这个地方呢还是有很多的人啊，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打球的、骑车的、散步、跑步的，什么样的人都有。这边还有一个小广场啊，里面玩什么都行。这边呢又有一个小湖啊，这个大夫山森林公园里面有无数个小湖。
就是到有点人气地方来凑凑热闹。右侧呢有一些便利店啊，可以在那边买一些饮料、点心什么的。我的右侧呢就是南北主路了，就是去南门那边的道路，就是爬山的道路。但我今天就省点力气了。你看，还有这种2个人啊，租一个双人的单车。样子。
现在呢，我已经骑出了大夫山公园的北门啊，就是转了那么几公里而已。现在呢，又回到了中运路上了。那我就从这边呢骑回家去了。原本呢是打算到公园里面看看有没有什么开的花的树木，因为现在广州有很多地方呢都有一种叫玉木棉的树，开得非常的灿烂。可惜在这个大夫山公园里面呢，并没有种植这样的树木，没有看到什么花朵，没有看到那种开花的树。我看这个小街道里面啊，它写着有大夫山的入口。闲着也是闲着，我到里面去看看路，看看这个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个入大夫山的入口呢？其实祈福新村里面也有一个大夫山入口，但是你要爬到一座山的山上，才可以进到大夫山里面。这边呢，明显的就那种乡镇的工业的街区啊，就这房子吧，都是一些厂房。大富山路口往前，直行300米就是大富山公园。拐到了一条小巷子啊，其实就是城中村的那种工业用房的街道。因为写着这边也有大富山的入口啊，我就转到里面来看看。因为以前没来过，但这边想来呢，就已经是大富山的大门了啊，应该跟刚刚进入的北门差不了多少地方吧。你看啊，大富山便道。这边也有大富山的停车场啊，就比较简易的那种停车场。果然啊，这边也是有个门，从右侧可以进到大富山里面。但这边呢是一个小的登山步道，上山去的地方。看面前的那些山体啊，就是大富山了。我觉得我们求新村呢，就在左侧这个山体的里面，应该就是祈福了。其实就是大富山的一个大停车场吧。
好，到此一而已。都是一些工厂、仓库之类的这种房子。是狗子、蓝子。纯粹呢就是到处闲逛啊，也为自己增加一些骑行的距离，同时呢又可以看看以前没有走进来的这些小街小巷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的。现在呢，骑出这段工厂路，应该也有1-2公里的距离吧。再次来到中运路上，其实左侧这些马路里面都是这种工业1路、2路、3路的，很多都是这样的厂区。现在呢，我已经回到了祈福新村里面了。我的右侧这一片呢，就是祈福名都的商业街区，还有菜市场，还有大的超市，还有各种服务类的商店，是祈福新村第2个商业街区。右侧呢就是祈福新村的一个学校，今天好像是亲子活动嘛，很多大人跟小孩在一块搞游戏呢。门口呢小小的圣诞树已经竖起来了。好，骑进了村里啊。
今天上午我还骑过这段路啊，右侧呢是消防站。从村外骑到村内啊，就明显的你的心情呢就会很放松啊。因为这个屋村里面呢，虽然也有车行走啊，但是相对来讲还是一个封闭的环境，比较安全啊。现在右侧搞了一个停车场以后啊，成了住在附近的人的一个休闲场所了，每天都是很多人呢。就这么骑了一圈回来，也差不多10来公里。其实应该不止啊，因为刚刚开码表开的有点晚了，前面应该有2-3公里没有记录到，但这都无所谓了。加上早上的10来公里，那么就骑了20来公里的一个距离。我觉得对这样一个好天气啊，就出来骑行一下，一定对身体是有益的，所以我还是坚持不懈。当然了，有时候也是无为而治，也没有说一定要达到多少公里才满意啊，就基本上每天都会出来转转。那当然也希望是转到这些有风景的地方，又可以有新鲜感啊，甚至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有更好的感受。但是呢，也不可能每天专门去到那种比较有吸引力的地方啊。更多的时候呢，就是在家屋村里面，在屋村的周围就随便这样的骑行转转啊。我觉得也是总比不去锻炼为好吧。所以呢，我个人感觉啊，通过这样的骑行，身体呢就会更有活力了，而且还是非常愉快的。有时候还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分享一下，觉得也当是一种社交吧。好了，我回到家了啊。那今天的骑行呢就到此结束了。上午呢，因为没有装摄像机，下午再来补录这一段。谢谢大家跟随和观赏，欢迎大家关注、订阅啊，也感谢大家的点赞。
下次出行再见，拜拜。